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20多年前，我参团去朝鲜旅游，朝鲜方面提供了2名导游，一名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年龄不到20岁，毕业于平壤国际旅游学院，这是真正的科班导游。另一名是一个30多岁的转业军人，他的作用，相信我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这名转业军人估计是看到了我登记的工作信息，就找机会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外界为什么会对朝鲜发射卫星这么关注？要知道，在本世纪初，外界已经基本认定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但是当时的朝鲜还没有真正的发射卫星的能力，他们当时还在不断的进行发射卫星的尝试。我当时的回答是，有些国家既拥有核武器，又拥有导弹，但是他们的导弹却并不一定能够携带核武器去攻击别人，因为还有可能存在着某些关键技术没有突破。那么要怎么去证明这个国家的导弹能够携带核武器呢？答案就是这个国家能够发射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看到这儿，结合我上期节目，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一定就明白了，能够发射卫星，并且在卫星入轨后能够正常工作，这就表明火箭的整流罩技术已经过关，能够为卫星提供一个良好的隔热环境，同时也能表明导弹的整流罩技术也已经过关，能够确保原子弹在经历导弹的飞行过程之后依然可以使用。而如果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就能表明弹头的载入技术已经可以用于实战了。是的，人们开始进行载入航天器的热防护研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导弹的弹头。但随着航天技术，特别是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载入热防护开始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民用领域。现在，人们对载入热防护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高耐热性、高强度、低密度、能够重复使用、低成本、少维护和便于安装施工上。早期的宇宙飞船一般都会在主要的防热面上使用一种被称为烧蚀材料的特殊材料，另外在烧蚀材料以内通常还会附加一层隔热材料，以隔绝热量向内部飞船的传递。这2种材料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飞船的防热系统。后来不断有新的热防护理论诞生，一次性使用的烧蚀材料也逐渐被能够重复使用的耐热型材料所取代，进而能够多次重复使用的像航天飞机这样的航天器也就随之诞生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是防热材料性能的进步决定了航天器设计理念的进步。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神舟飞船返回舱暗褐色的外表面，其实就是一层烧蚀材料。另外，在返回时受热最严重的飞船底部，人们也会使用烧蚀材料。大家现在在屏幕左侧看到的就是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防热大底。相比于返回舱背风侧面使用的烧蚀材料，防热大底和迎风面选用的烧蚀材料的防热性能要更好。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返回舱载入大气层，当速度降低到亚音速的时候，对防热的要求就不是很强烈了，此时就会把防热大底丢弃，以减轻返回舱的重量。所以我们从屏幕右侧看到的最后降落在地面的飞船的底部是没有防热大底的。在由烧蚀材料和隔热材料组成的飞船防热系统中，烧蚀材料的主要作用是吸收和分散热量，降低航天器表面的温度。另外，烧蚀材料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承受强烈的气流的冲击。烧蚀材料的工作原理是在高温下通过自身的分解气化带走大量的热，从而降低航天器表面的热负荷。说到带走热量，大家一定还记得在高中物理课上学到的气化潜热这个概念吧？液体在被气化成气体的时候是会吸收大量的热的。就比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把1克水从99摄氏度加热到100摄氏度，只需要 4.18 焦耳的热。但是同样是在一个大气压下，如果想把1克100摄氏度的水变成1克100摄氏度的水蒸气，却需要2260焦耳的热量。
烧蚀材料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而隔热材料的作用就是减缓热量的传导速度，保持航天器内部温度的稳定。它和整流罩上使用的隔热材料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下面让我们以神舟飞船为例来举例说明这个问题。神舟飞船返回舱的热防护采用的是烧蚀材料，简称是 LAC。 根据受热环境的不同，神舟飞船上使用的烧蚀材料又可以细分成 H88 和 H96 两种不同的型号。 H88 型烧蚀材料被用在神舟飞船返回舱背风面外侧壁的表面上，而防热性能更好的 H96 则被用于返回舱底部和迎风侧壁的外表面。由于烧蚀材料会在使用过程中分解气化，因此每次使用都会有损耗，而损耗又会造成航天器外形尺寸上的变化，因而就会影响到航天器的气动外形。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是不会在大范围内使用烧蚀型防热材料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第一型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航天飞机开始大量的使用新型的耐热型防热材料。与烧蚀型防热材料通过在高温下分解气化，同时带走大量热量不同，耐热型防热材料的熔点很高，不会在航天器的返回过程中分解，因而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但是由于没有气化降温带走大量的热的过程，就需要耐热型防热材料内侧的隔热材料的性能更加优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外界的热向航天器内部快速的传导。 NASA 的技术人员根据航天飞机轨道器上不同部位在返回过程中温度的不同，为轨道器配置了不同的防热材料。首先，在温度最高的轨道器的鼻锥、机翼前缘等部位使用的是 RCC 强化碳复合材料防热瓦，这种防热瓦的熔点超过了1650度。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就是由于轨道器左侧机翼前缘 RCC 防热瓦受到外力撞击出现裂纹导致的。第二个就是在轨道器的机腹等受热条件稍好的区域使用的是 HRSI 高温表面防热瓦，这是一种硅基材料的防热瓦。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HRSI 防热瓦被强度更高、重量更轻的 FRCI 复合加工纤维防热瓦所取代。在轨道器机体两侧使用的是 LRSI 低温表面防热瓦，这是一种硬质二氧化硅防热瓦，使用温度不超过650度。后来 LRSI 也被 FBI 弹性隔热毯所取代。在轨道器上受热环境最好的顶部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FRSI 表面绝热毯的防热材料，它其实是一种芳香族聚酰胺纤维，用于轨道器上受热温度低于371摄氏度的地方。航天飞机总共进行过135次发射飞行，除1986年挑战者号和2003年哥伦比亚号两次事故之外，其余均取得了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和良好的热防护性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受限于航天飞机系统总体布置上的缺陷，像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那样的悲剧始终是难以避免的。最终 NASA 不得不在2011年让航天飞机退出现役，一个时代就此终结。航天飞机的时代虽然终结， NASA 对可重复使用防热材料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可重复使用航天器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2010年4月 X-37B 首次入轨，在轨道上停留到同年的12月才返回地球。此后他还多次执行太空任务，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也是一次比一次长。目前他创造的908天的在轨停留记录依然是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停留时间的最长记录。2023年12月28号，重型猎鹰火箭把执行第7次任务的 X-37B 送入高椭圆轨道。根据预计， X-37B 将在此次任务中把在轨停留时间创造新的记录。此外，塞拉航天公司的追梦者号航天飞机和 SpaceX 公司的星舰
也即将成为商业化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而且星舰更是通过6次飞行实验向世人证明了它惊人的发展速度。不过在星舰的第4、5、6次飞行实验中暴露出来的星舰飞船的热防护问题，却让我们对飞船的热防护投以更大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星舰的热防护到底能不能保证它从大气层外返回的任务？其实星舰的热防护性能应该说已经是相当的优异了。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星舰飞船上已经配备了目前性能最为优异的防热瓦 Tufrock 防热瓦。Tufrock 是 NASA 的埃姆斯研究中心为 X-37B 开发的一种热防护材料，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整体增韧抗氧化复合结构。它本质上是一种耐高温的增强型碳纤维碳化硅材料。在 X-37B 上， Tufrock 主要应用于鼻锥和机翼前缘，就相当于航天飞机同样位置上的 RCC。 而 SpaceX 在获得了 Tufrock 的技术转让之后，将其应用于星舰飞船上几乎所有的迎风面。除了 Tufrock 防热瓦， SpaceX 还在防热瓦的下面为星舰飞船配置了一层白色的二氧化硅气凝胶或硅酸铝纤维棉。它们不仅具有优良的保温性能，还具有相当的柔韧性，能够适应飞船船体因为剧烈的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尺寸变化。同时，这种二氧化硅气凝胶一旦遇热，就会变得越来越黏，从而把防热瓦和星舰飞船的不锈钢舰体牢牢地粘在一起。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 Tufrock 防热瓦我另找时间专门介绍，大家在这儿只要知道3点就可以了。第一，就是相比于航天飞机上使用的 RCC 防热瓦，耐热温度只有1650度，而 Tufrock 的耐热温度提高到了1700度。第二，就是 Tufrock 的密度只有 RCC 的1/4， RCC 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而 Tufrock 的密度只有 0.4 克每立方厘米。第三，就是 Tufrock 的成本相比于 RCC 有大幅的降低。正是基于以上3个特点， SpaceX 才不惜重金从埃姆斯研究中心引进相关技术，并把它广泛的应用到星舰飞船上。但是为什么在 X-37B 上表现良好的 Tufrock 到了星舰飞船上表现的就有点不尽如人意呢？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就比如防热瓦的固定不牢靠，再比如星舰飞船载入的弹道设计。飞船的载入弹道会严重的影响飞船的受热。一般来讲，弹道平直一点，需要承受的最高温度就会低一些，但同时承受这一温度的持续时间就会长一点，反之亦然。所以 SpaceX 才在星舰6飞的时候优化了飞船返回的弹道。目前从星舰的第4、5、6次飞行实验中，我们看到了飞船防热性能的提升，但目前的状况与正常投入使用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看来 SpaceX 很可能需要在进一步提高防热材料性能和优化返回弹道的同时，找到新的辅助降温方式。我在前一期节目中曾经提到的再生冷却，也许就是一种选择。节目做到这儿，关于飞船和航天飞机的防热，暂时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不知道您看完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是12月30号了，第2天就是2024年12月31号。因此，关于航天热防护的话题会暂停一期。在31号的节目里，我将和大家一起关注航天，回顾2024，展望2025。2025年元旦过后，我将继续和大家聊热防护的话题，向大家介绍星舰、追梦者号航天飞机和 X-37B 上使用的防热瓦 Tufrock，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